夫人。有瑞，你来了。啊，你说你什么身份？还自己亲自扶犁开荒种地，结果把药伤成这样。我总不能让咸阳宫里的那个人以为拿住了我而称心如意。唉，我这次来，带来些柴米油盐钱和薄绸，够你们支撑一阵子。以后千万不可再逞能下地了，好好养病。一应所需，我随时送过来。啊！幸亏有你照顾我。如今朝中如何呀？还能如何？宣室殿里坐着那么一个大王，远离贤良老臣，重用小人和莽汉。眼下他又日日闹着要东征呢，迟早有一日要出大事情。不行，我这病得赶快好起来，不然会辜负先王对我的嘱托。夫人，你不可乱动，不可再逞强啊，夫人。我大老远就闻到了香喷喷的肉味儿，我是循着味儿过来的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巫婆来了，婆婆，你看这一种花种的好看吗？哎呦，真好看，能种活吗？能，这当然能栽得活了。婆婆，今日我们有肉吃，你在这儿吃吧。好啊。哎，甄嫂呢？啊，在那儿呢。甄嫂，你看看这院子，总算是有点春天的味道啦。宝儿，娘给你做肉吃。你看你那么瘦，你就应该多吃点儿。你说那公子是宝儿？娘给你做肉吃，你多吃点肉，才能长得高。甄嫂，巫婆，夫人请您进屋坐坐。哎哎，婆婆，进来坐。米夫人，香儿，倒茶。哎呀，你们来了以后，这还真像个家了。甄嫂人很好，她把姬儿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疼爱。甄嫂也是可怜，她把公子当成了自己的宝儿，想想不免让人有些担心呐。儿女是母亲的心头肉，做母亲最难挨的，就是孩儿没了，可自己却还活着。姬儿，若是能让甄嫂心里头好过些，也是桩善事。米夫人，您真是宅心忠厚，怨不得你的女工这么讨喜。其实这些针线，不少都是由香儿他们帮忙做的，只是绣活由我亲自动手。米夫人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女工就会名满继承了。上次你给慕容夫人做的那件富贵海棠的衣裳，让夫人欢喜的不得了啊！她跟我说了，那件衣裳她穿去了燕王宫里，以后见了都称赞的不行。雕虫小技，慕容夫人欢喜就好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啊，哎，这个是慕容夫人给米夫人的金，这个是那些孩童的衣衫鞋帽换得的钱。若不是夫人手艺好，哪卖得了这么多的钱呢？婆婆为我们穿针引线，倍尝辛苦，这点钱，婆婆拿去喝茶。不，米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也就是跑跑腿，哪用得了这许多酬劳啊？这是婆婆该得的。谢谢米夫人，那老身就不客气了。米夫人，您的手艺虽好，但是在街头巷尾招揽生意，未免过于打眼了。婆婆，这是何意？前些日我在街市上兜售你这些女工，被一个贵公子拦下了。他倒是答应高价买了这些孩童的衣裳，就是让我说出这些女工的来历。我记得夫人嘱咐过，
万万不可以在外人面前透露身份。我就匆匆收了生意，才躲开了他的追缠。五婆阅人无数，可看得出他的来头？像个世子。哦，他能一眼看出这些女工来自楚人之手。他说了，他也是楚人，就是来燕国寻找故人的。楚人，他可提了自己的姓名？提了，是楚人，姓黄的。黄什么？黄歇。米夫人，他人在哪儿？只是街头偶遇，又怕是歹人，没敢多说话，所以不知道他落脚何处。看来他真是夫人的故人。哎呦，那老师真是有眼无珠了。拜托婆婆，尽力去打探，我要见他。好。先生，魏冉将军和司马将军来了。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楚离子3番5次派人上门来请，我等怎敢不来啊？老夫知道2位将军心中气恼，我这个王叔也实在是无言面对2位将军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为何还要费这番周折？你等该知晓，大王已带兵东征之时，鲁莽灭列，不时进退。我看着大王从小长大，怎就没看出他自始至终只是个蛮人鲁汉？就算大王疯了，但满朝文武呢？怎么都跟着发疯？这又像甘冒，因处处顺应大王心意而深得大王倚仗，而大王也只宠信任比、孟奔和乌霍3个力士，其他人的话一概不听，稍不顺耳就逐出朝堂。更见那韩魏2国居心叵测，居然门户大开，任由秦国兵马长驱直入。此刻大王已经占据韩国的益阳，夺取5岁，兵临洛阳了。如此一来，秦国危在旦夕。老夫对大王已经无能为力，可是作为臣子，活一天就得为大秦的安危操心周旋。我知道大王对你们不公，可眼下朝中贤士凋零，老夫已经无人可以调遣，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们了。楚离子错了，现如今我等都已解甲归田，再不问军务朝政。告辞。2位将军，2位将军，2位将军，大秦如今危在旦夕，社稷江山毁于一旦，老夫就是罪魁祸首。望2位将军看在先王恩育后代的份上，伸手救救大秦的黎民百姓。你这又是何苦？2位将军，若不答应留下，老夫定是不敢起来。你快起来！